我刚刚上来还有点喘啊，我本来下来准备上来录的，因为现在不早了，现在已经是17:06了，再晚一点太阳没有了，我要去车库了，我压根不想到车库去录，所以说我就赶紧上来了，结果一上来发现我坐的凳子没拿，然后我就下去拿凳子，然后一路急急忙忙的就比较喘，上来之前我赶紧喝了一杯水，就是录这个视频之前，这怎么倒影倒在我脸上呀？这是光线的问题，因为我前面是阳光，对，我前面是阳光，眼睛里看得到，太阳正对着我，对，这个是太阳正对着我的效果啊。昨天聊的这个问题，后来我昨天睡觉比较早，昨天是12点多，晚上12点多就睡觉了，睡得比较早，然后这种事情也比较烦嘛，所以说也没有去多想什么的。今天我爸也没做饭，他今天还是没做饭，他今天然后一直睡到10点多吧，我差不多也睡到10点多，他起来动静比较大，就把我吵醒了，然后他就自己做了点什么，蒸了点那些什么东西吃了一下，就蒸锅嘛，蒸出来的东西，也搞了点稀饭，他就吃了，我也没吃。我后来起来的时候，我把冰箱里的那个汉堡，一个小汉堡吃了，是上午吃的，下午的时候刚刚吃了一个煎饼，对，就是山东煎饼然后我上来之前，我爸问我说晚上要不要吃点什么菜，他又想在外面买了，他要去买什么徐州菜，我不知道他要买什么徐州菜，就他看到一个什么徐州饭馆，就是想去买什么徐州菜，我就随他吧，他想怎么搞怎么搞了，我也嫌麻烦，说实话我觉得特别麻烦，我就每天不想为了这个事情消耗我自己，就不要为了这个事情消耗我自己，对，然后我就上来了，还不错，这个太阳啊还是很浓，阳光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很棒的我今天基本上就在家一直刷这个视频吧，一直刷抖音然后一直看，然后可能看看哔哩哔哩就基本上看一看这些平台吧，短视频长视频，又看了一下 YouTube 很无聊，特别的无聊对，然后还不错，我昨天下午去买了一个菠萝，因为刚上市嘛，4月份是菠萝上市的季节，我们这买凤梨买不到，只能买到菠萝，说什么海南大菠萝，然后买了一个15元人民币，我觉得还可以，价格还能接受，还不小然后昨天吃了2块，结果没有用盐水泡，然后吃了这个嘴巴和喉咙都感觉像针扎一样，就是比较扎人嘛，所以菠萝就很麻烦，它不像凤梨，菠萝买回来之后一定要泡这个盐水，用盐加水，然后泡这个菠萝，才能把它这个扎嘴的这个感觉弄掉处理掉，就特别的麻烦。如果是凤梨的话就不需要操作，切好了直接可以吃的。我是买的人家就是水果摊上就是切好的这个菠萝，就是他把那个用那个小刀把它菠萝一圈一圈一圈的把这个就是菠萝上洞把它处理掉的还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嘛，因为我也好几天没吃水果了，这个月基本上没怎么吃水果，就昨天买的菠萝吃了2块，今天吃了几块，然后给我爸几块，他吃的不多，我给他拿了个盘子给他切好了就拿给他吃的，
他吃的不算多，其他都是我吃的。哇，谁家在做饭啊？好香啊！好像是在做鱼，应该是红烧鱼，好像炸了一会儿，把这鱼油炸过了，然后红烧的，好香啊！他放了大蒜，就我在天台嘛，天台这边人家做饭，我这个油烟机吹出来的那个油烟会往上跑到这个天台上来，确实能闻到。下午吃了一个徐州煎饼，现在不是很饿，反正我把饭蒸上去了，对，饭煮上去了。我爸出去了，他说买菜回来吃，我也不管他了，我也不想跟他多内耗，也不想跟他聊这些问题。然后刚刚我妈妈打电话跟我说，家里冰箱里还有一些过年就做了一些什么咸排骨、咸猪蹄、什么咸肉，说让我们在家做着吃。我说我爸在家也不做饭，基本上到现在就做了一顿饭，然后要不就出去吃，要不就随便什么，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就简单，我就吃点泡面什么的，跟他饮食不在一条情况吧。我妈也说没办法，算了，随他吧。我跟我妈说也随他吧，不要为了这个事情操心了。我妈妈她上班了，她还在操这个心，她很操心这个问题。我就想算了，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操心，你好好的，就是你上班，然后反正不要太累，自己把身体忙好就行了。对，照顾好自己吧。反正也没多久了，今天已经是4月7号，也还有10几天我就又要去接我妈了。这个月还要把车子年审，还要搞年审，那车子每年要检查，要年检，也挺麻烦的。没办法，要每年都要做这个事情，真的有时候发现有车真的是一个负担，是一个累赘。我平常也不怎么开车，因为我出门出的少嘛，然后我驾驶技术的话就还行，就是我不喜欢开车很激进很猛的那种，基本上我在外面开车就是比较按规矩来，超车什么我都尽量少做这种事情。因为现在这个交通现在交通不太好，对，然后外面人的戾气比较重，是戾气重，不是力气大，对，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我基本上不在外面开车，除非有什么事情需要用车子，我才去开。而且，我这个驾照，我有 C1 驾照，中国的 C1 驾照，还有个 D 照，就是摩托车驾照。虽然我摩托车就学了一个驾照，技术也不怎么样，就虽然学会了，但是车技不怎么样，对，所以我平常也不怎么喜欢开车。我基本上能像在国内我们能骑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那种很方便的，就骑个电动车出去，基本上就出去买。像我出去就是吃饭嘛，偶尔吃饭，去超市逛一逛，或者去买菜。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出行用车。还有就是拿快递，家里快递都是我拿。我在家嘛，我在家就是我爸我妈有快递，他们把号码发给我，就让我去拿，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对，因为今天实在太无聊了，我都不知道今天该说些什么，我也管不了，今天风挺大的，然后你看我这个衣服又盔甲。这个盔甲又穿上了，因为今天还是今天报了温度有20度以上，但是给我感觉今天的温度并不高，也体感只有10几度，还挺凉的，就是不是很热，不像我前2天上来，哇，那个天气真的特别的热，特别的舒服。所以今天的感觉就是，天上还有彩虹，我靠，真的就是上面在我头上这一道还有彩虹，哇！有点厉害，用中国话讲，牛逼那个是导演是吧？说那个话是一个美国大导演叫昆汀，对，昆汀，
我特别喜欢看他的电影，对，我觉得他拍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Jungle 被解放的江歌，还是被解救的江歌然后这个电影就是也好像也是讲一个美国文化吧，具体的话看了剧情不错，还有就是无耻混蛋，哇，无耻混蛋那个精彩，就德国嘛，讲了德国的美国与德国的这个无耻混蛋，哇，它里面配乐，哇塞，神了，超神，超酷的，真的，就给人一种超厉害，这个导演特别有想法啊。我说昨天我还和AI 聊天嘛，聊关于现在香港电影的一些情况，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不管是欧美的、韩国的、香港的，我都喜欢看。我们以前特别喜欢看这种香港港片嘛，港片我觉得在大陆人像我这一代人90后的记忆当中，港片应该是不可撼动的吧。我基本上不看大陆拍的电影，很少看大陆电影。我觉得我能看得下去的，好像也只有就是按导演算的话，当时我看了就是我自己的口味能看下去的，宁浩导演，他拍的电影不错啊，包括黄渤我特别喜欢看黄渤拍的电影，就是演员嘛，他特别跟黄渤是黄金搭档嘛，这个组合特别的好。黄渤在台湾也很红吧，在香港也很红。宁浩的电影不错，疯狂的赛车，还有一些名字我记不太清了。还有黄渤和徐峥这两个人做搭档挺厉害的。还有一个就是冯小刚必须是冯小刚，因为冯小刚电影拍的比较接地气这个内地大陆冯小刚拍的电影特别接地气，特别是葛优嘛，一定要有葛优。我推荐的就是冯小刚和葛优，就是他们合作的，比如说私人定制私人定制非常的不错，非常值得看非常好看不帮他们宣传，我拿不到，我没有广告费，我不需要帮他们宣传，就是我看的，我觉得我口味觉得 OK 的。还有一个就是拍的那个什么叫什么，葛优和舒淇拍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那个电影也挺好看的，也是他们导演的。然后基本上我就看香港的了。然后我昨天问 AI， 我说这个香港这个一个电影是刘德华主演的刘德华和郑秀文主演的，叫《孤男寡女》。然后这个电影我说怎么越看越有这个，我以前看的这个就是我以前喜欢看这个叫什么香港电影《单身男女》，我说这个电影怎么两部电影都是爱情片首先他们都是爱情片，我说为什么两部电影很像后来这个 AI 帮我分析，他说这个电影它就是同一个导演导的，虽然演员不一样，但是他的这个整体风格就是非常的像。这个导演叫杜琪峰对，哇，杜琪峰他导的电影特别厉害，真的就是让人，首先他的风格，他电影的风格非常的明确的个人色彩，非常明确的一个个人色彩。然后他这个电影，他的自己的风格也很强，比如说他拍爱情片，他就特别强调在香港的这个都市，在香港都市写字楼里面白领的一些爱情片一些故事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看。之前他拍的这个像孤男寡女单身男女就好几部，包括这个还有什么电影来着？这个杜琪峰电影，我原来只知道我原来没有觉得他是，就了解过了之后，没了解到这个导演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拍就是黑帮电影他拍黑帮电影拍得很厉害，我知道这个导演他拍这个香港电影黑社会 TPU 都不错，都很棒，超级厉害，超级有个人色彩，很有想法，而且他电影的这个手法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牛非常厉害。后来我没想到他拍爱情片，他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套东西。
就非常厉害。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合我的这个和我看电影的这个口味，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居然没想到他居然还能把爱情片拍得这么好，因为爱情片一般情况下我感觉还是很难的。然后我也和 AI 说，香港电影我记得爱情片拍的最好的那一代就是我90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啊，不是说我以前的我没有否认它不好，但是在我这年代，我从小我看香港这种爱情片我看的比较多的，一般演员就那些人，比如说刘德华、古天乐、吴彦祖、陈小春，对吧？然后一般女演员的话就是张柏芝、郑秀文基本上就是这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就是没想到就是真的。然后现在我说香港电影现在的爱情片，我的感觉从我个人的口味上来感觉，我觉得到《志明与春娇》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就香港爱情片基本上，反正我觉得就好像香港不管什么类型电影吧，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是我个人看，从我的口味上看，没有找到合我口味的了。但这几年台湾电影拍得很好啊！台湾电影真的是每一年都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强，导演一年比一年手法厉害。我觉得台湾正在走向一个往韩国电影这种高度发展的一个情况。对，因为韩国电影它基本上是什么题材都能拍，没有任何限制的。台湾现在也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对，所以我很看好，我非常看好台湾的电影。而且台湾的电影人都是很专业那种，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拼，而且他们拍电影真的是有演技的，这点是我极度承认的。虽然我也是一个老电影，对，我是有点自夸了，我是有点自夸我自己了，我自夸我自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不是影评人啊，我不做影评，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我是一个深度电影迷，我喜欢看各个国家的电影，什么恐怖片啊、警匪片啊、什么黑帮片啊、犯罪啊，爱情片我都特别喜欢看，文艺片我也喜欢看，对，那种特别有深度的科幻片也是特别爱看的，基本上科幻片那必须是看欧美的了。必须是欧美的科幻片，从我看到的，能想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盗梦空间》、《蝴蝶效应》这种，《盗梦空间》其实严格来讲不算科幻片，但是《蝴蝶效应》算，《无心之人》也算，就这种类型的电影我特别爱看，《星际穿越》，我不想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在国内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那些讲电影的人，只要讲到科幻片，他们必须会拿这个《星际穿越》出来讲，说这部电影特别怎么样，就好像你讲了这个电影之后，好像就给自己加了一个 buff 就好像就是我提了这个电影，我就很厉害，我很棒，我很强，我很专业，就好像这个电影是他专业内容的一个背书一样。我觉得没必要啊。对吧？如果按科幻电影专业背书好，那我个人看，那这个东西很主观的，这个东西非常主观的。我个人的话看，我觉得蝴蝶效应，真的蝴蝶效应，很多电影是可以看，就是像科幻片，它不需要你强烈回味，但是你偶尔，你可能可能你看第一遍如果看不懂，你可以看第二遍、第三遍，你越看越懂，这样 OK， 这样没有问题。那如果是爱情片呢？爱情片我就觉得有的电影是值得回味的。怎么回味呢？就是有电影我可能一年会看一次这样子，一年看一次这样的电影。就有的电影它就是值得一直回味，一直就是不需要你一直反复看，但是你可能每一年，可能或者过2年，你大概在某一个这个状态下，某一个 moment 什么意思啊？忘了，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是某一个这个状态，可能回看一下这个电影，
真的别有一番风味。所以我对爱情片的要求会高一点。然后恐怖片是什么呢？恐怖片是一般情况下就看一遍，对，你看第二遍就不觉得吓人了嘛？第二遍看恐怖片，其实并没有觉得很吓人。就像我以前看，我从日本的恐怖片，我最早看恐怖片，我以前一直追求的，从我小时候，我大概8岁的时候我就看恐怖片。我8岁，也就小学，其实对8岁左右。8岁左右，我记得每年看恐怖片，我都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家买了 VCD 这个东西，以前家里有很厉害的，后来才有什么 DVD 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用 VCD 看电影呢，是有那种碟片、影碟，那种圆盘的、圆的那种影碟。然后我影碟是怎么看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怎么看？我觉得小时候是从我家一直走路走到我家。往后面走有一个巷子它有一个这种什么，就是卖衣服的，卖这种什么布料店，什么绸缎的那些东西的。然后再走过去一点，它有一家叫影碟租赁店。它是怎么租赁这个影碟呢？就是把这个去找，首先肯定是个家长过去嘛，比如说和我妈妈过去，然后家里有 VCD 嘛，你买这个碟很贵，那时候买一个影碟很贵，而且在大陆很多都是盗版的价格都很贵，可能一张影碟要几十块、上百块，那时候钱很值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影碟很贵，我们都不买的，都是去租的看，租完就去还嘛。租是怎么租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比如我跟我妈妈过去，就是她大人嘛，我小孩嘛。我们想看什么电影，我也是莫名其妙。我小时候我从小就对这种神秘的、科幻的、鬼怪的这种类型的丧尸这些，我都特别喜欢，特别感兴趣。我的精神世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我那时候从小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嘛，就是人传人嘛。比如某某跟你说这个日本有个电影特别恐怖，特别吓人。那肯定是吧？像我这种特别好奇的，我肯定觉得吓人也要看啊，好看嘛，肯定要看嘛。然后我妈一般也喜欢看这些东西，就觉得好玩，就看看吧。后来就去租这个影碟，怎么租呢？先给老板10元人民币10块钱给他，这是押金，就是如果这个碟你如果坏掉还是你怎么样，他是扣你这个押金的。然后这个钱给他之后。你如果租一盘影碟，你要给他一块钱，就你租一盘，拿回来之后看完还给他，然后你再租1块钱，再给他一块钱人民币，再换一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就是想看的电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什么，我第一次租的影碟是什么午夜凶铃必须是日本的午夜凶铃，特别好看啊。那时候就是说那个午夜凶铃讲的不是贞子嘛，就是他在那个影片里面，看不到脸，头上是遮了一个白布，然后指着那个方向，然后这样子。过了7天，谁看了这个影片，接到电话，没有声音，然后这个人就会在家里面在电视里面爬出来的这个贞子，然后会把他吓死嘛。这个电影它就是这个逻辑拍的，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这些日本导演很有想法。虽然我看了一遍，我觉得没事，就是小时候看特别害怕嘛，长大了看就没什么害怕了。但是他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他会在我的认知里面认为日本的鬼可能就像贞子那样就是头发挡在前面，你看不到脸，穿的是那种白的衣服，然后非常的就是手上特别的，就是已经发绿的、发黑发绿的那种，是这种感觉。然后会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但是现在想想呢，现在基本上很多家庭都没有电视机了。我说在大陆在中国，很多家庭现在像我家我也没有电视机。我家一般是如果说看电影什么的话，用投影嘛。投影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因为以前被电视机绑架太厉害了。他会用各种什么宽带费、电视机费来绑架用户，所以说现在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
看这个投影比较多。我刚刚说话有点分神，因为在我的前面正前方，刚刚是个彩虹在我的头上，我头上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是夕阳了，因为现在已经现在是17:31，已经5点半了嘛，下午的5点半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本来是在上面这个位置的，现在下来了，然后我在我的右边的前方，在我的右边的前上方这个位置，在我手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彩虹，但它不是彩虹，不是那种半圆彩虹，它是一个像这样球的一个彩虹，就在这个位置，就这样子在这里，所以我被这个东西分神了，我感觉好像像神迹一样。对，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电影，说这个电影比较好玩，就是放低一点吧，这样舒服。然后就是看这个电影租回来看。看到这个午夜凶铃，看完了觉得不错。然后第二部看什么？就后来又去租这个影碟。第二部还是日本吧，先把日本该看完了。第二部看的是咒怨。咒怨就从那个楼梯爬下来的那个叫加耶子那个鬼，我个人觉得咒怨真的能把我吓到，比午夜凶铃还要可怕反正都很可怕。第三部看的是什么日本电影啊？鬼水凶灵还是水鬼凶灵的？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后来最后这妈妈跟鬼一起走了好像是的。我觉得那个电影吓人归吓人，但是还蛮感人的后来基本上就是日本电影也会看一些，然后大部分都是看香港的恐怖片香港恐怖片厉害了我记得香港恐怖片以前，我觉得我一直追了一个 IP， 现在叫 IP 就是现在我一直追的那个系列叫什么阴阳路1、2、3、4、5、6，大概就6部到第7部吧。基本上后面我就不看了，因为后面他不是这个原来这个导演导的了，而且人员人马成本什么都减弱了，后面拍的就跟那个网剧一样，我就不看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香港恐怖片只有一部，就是山村老师不是老师，不是 teacher， 老是老人的老，尸是尸体的尸，所以他叫山村老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电影好看，那个电影吓人，哇靠，那个电影吓人。他导演特别有想法，他居然喝水，他用喝水几个人就是几个年轻人吧，两个男的还是3个男的，2个女的，年轻人玩通灵游戏，中间点一盘这个尸油，尸体的尸油，然后点在中间，用蜡烛像蜡烛一样点起来，然后每个人把手指头割破了，割破手指头滴到那个碗里面，然后他们直接用喝那个水碗里面的自来水，也不烧开，就直接把这个血滴进去，每个人滴血，然后一人喝一口，就拿着这个碗，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你喝一口，这样喝一口，喝完了之后，然后大家手牵手嘛，围着这个桌子嘛，就问什么碟仙什么，你是怎么死的？你想传达什么东西就这么一个情况。后来那个男主他有阴阳眼，他能看到鬼看到的是一个什么穿蓝衣服的一个鬼这头发也是披下来的，和那个贞子特别像。对，那个电影让我感觉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不想剧透，对，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剧透就没有意思了。那给我看的电影就是中式恐怖，因为香港电影真的能把中式恐怖拍得非常的就能吓到人，它吓人的点特别到位。我深刻记得，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敢喝水我的生理反应，那时候小嘛，8岁9岁的小孩子懂什么呀？但是看了真的害怕，我又好奇，我又想看，但是我又害怕。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水都不敢喝不敢喝水就算了，最后我上厕所都不敢上。我看完这电影，我特别害怕。我夜里就可能就是夜里那时候小孩子嘛，小朋友嘛，不敢上厕所，就是夜里可能晚上也不是夜里吧，就晚上可能说要睡觉之前要上厕所，要尿尿。
那不敢怎么办呢？不敢就是跟我妈说，妈我害怕嘛，你帮我看看门口看一下，我就是站在门口帮我看看，我不敢去进去，或者你帮我把灯打开，我不敢进去开灯。小时候特别害怕，或者有时候叫我爸一般不乐意，对他比较不乐意这些事情。对，哇，刚才楼下又在炒菜了，他好像炒了鸡蛋，炒鸡蛋，鸡蛋一定要炒鸡蛋，真的，我跟你说，炒鸡蛋油煎蛋的话，就是一颗整的鸡蛋放在油锅里，就是煎鸡蛋，它不香。但是如果把它打散了，蛋黄出来和油在里面炸完之后，那个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我闻到了，好像真的是炒鸡蛋的香味。然后，所以基本上我如果说看电影，我会从香港电影看。看完这个香港电影系列嘛，就还有很多了，但我不想讲了，不想说了。香港电影口的，然后就是韩国电影，韩国的恐怖片好香啊！我不是说电影很香，我说它炒鸡蛋很香。韩国的恐怖片，后面就泰国的恐怖片，泰国恐怖片我追了好久，我追泰国恐怖片我一直追到我15岁、16岁，那个时候我还喜欢看泰国恐怖片。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初中，我上初2的时候，我家里买了电脑，都是那种大屁股的电脑，老的那种，不是笔记本电脑。有了电脑之后才会在互联网上看下载一些什么泰国电影看。泰国电影不错哎，真的不错。现在看泰国的电影也看的少了，也不是说追着恐怖片看，因为恐怖片看久了就感觉不吓人了，就会看一些泰国特别有创意的电影。前几年我还看了一个电影叫什么《天才枪手》，特别有创意。前几年的时候，然后这几年好像有一个电影，就是一个什么在什么泰国寺庙什么诈骗捐钱的那个电影，那个电影也不错。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一般就对名字好像记得不清楚。太香了，不行了，我要下去看看，我看看这个今天吃什么了，饿了。OK， 那 OK， 停止录像。